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。那么今天来安装一台雷神911 Plus 10代的笔记本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配置。现在远程过去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一个时间同步，这个要运行一下，保证双系统的话，两个系统的时间都是一致的。然后安装一下这个镜像恢复软件。我们装的是原版啊。然后打开磁盘工具。这边看到是有一个500G 的固态，还有一个1T 的机械硬盘。那我们应该就是要装在这一个固态硬盘上。这边咨询一下客户是装在哪里。这边客户是想装在 U 盘，这个是不太现实的。如果双系统来说，应该就是把 C 盘分出一部分的空间，安装黑苹果。机械硬盘也是不合适的，这个不能装在机械上，因为速度太慢了。这个 C 盘有的空间还是蛮多的，应该可以分出一半来安装黑苹果，也就是说一半是 Windows，一半是黑苹果。这个挺多人都有疑惑的，就是我黑苹果应该装在哪里？如果有两个固态的话就最好，可以一个固态安装一个系统，这样就比较完美。但是只有一个固态的话，就只能分出空间来。那现在就决定了，就在 C 盘分出一半。这客户还想把黑苹果装在机械硬盘上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，因为速度确实太慢了。
好，那我们就在 C 盘分230G 的空间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客户这一个机械硬盘是动态磁盘，这个在黑苹果上是认不出来的，这个必须要跟他解释一下。然后我们再次打开分区工具，那就可以看到230G 的空间已经分出来了。等一下我们就把黑苹果安装在这里，因为是原版安装，还需要再分出17个 G 出来放安装的定向，就不放在 U 盘了，因为确实 U 盘挺慢的。直接把安装定向放在硬盘上面，这个速度非常快，而且也不用担心读写的问题。我们再分出17个 G 出来。好，现在就可以把原版的镜像先恢复到硬盘上面。请注意啊，这个不是恢复版系统，是原版的镜像，只是做了不同的封装处理。然后来看一下硬件配置吧。这个雷神911这个时代，看一下设备管理器。这个是独显，网络是 Intel AC 的无线网卡，看一下声卡的型号是 ALC293的声卡，记录一下。这个触控板是普通的 I2C，还有一个读卡器蓝牙，这是 NVMe 的固态。整体硬件来说是挺兼容的，大部分可以驱动。然后就开始定制 USB 和 Type-C 端口，这个需要客户来配合。操作也是蛮简单的，也就是把对应的设备插进 USB 或者 Type-C 口，让它识别端口，就可以完成定制了。这台笔记本是有一个 Type-C 口的，需要接一个 Type-C 设备上去。我们看到 Type-C 设备，它是接了一个，应该是一个耳机吧。好，已经识别出来了，这个端口已经识别出来了。然后就是它这台笔记本有3个 USB 口，
每个 USB 口用 U 盘去插一下，让端口识别出来。已经插上一个 U 盘了，第一个 USB 端口已经认出来了。然后再用这个 U 盘去插一下另外2个 USB 口。USB 定制是要客户配合的，因为远程安装的话，机子并不在面前。好，可以看到3个 USB 口都已经认出来了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些端口导出来。Type-C USB 口都已经完成定制，就可以导出定制文件。这个定制文件已经在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拷过来，准备开始做 OC 的引导。我们复制一份 OC 的引导程序，把这个 USB 定制文件拷过来。好，现在开始定制 OC 引导。先把无线网卡的驱动拉过来，然后打开 OC 的配置，这一边仿冒的机型就选2022款的 MacBook。看一下它的分辨率，
1080P 的60赫兹的屏，再继续配置引导。把启动参数设置好。把一些有用还有没用的去掉，有用的驱动留下来。这边是和弦的配置参数，大部分已经配置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镜像已经恢复完成，我们新建一个 OC 引导，放 OC 引导的分区，一个小分区，大概300兆就够，因为我们不想把 OC 引导放在 Windows 的启动引导上，然后把剩余的空间建立一下，改个名称，这里就是要放整个 Mac 系统。如果我们做的是双系统，还需要把 Windows 的引导盘的 UUID 给复制过来。我这里用的是2层引导。好，现在可以把整个引导复制过去了。我们把文件解压出来，然后把整个引导复制进 OC 的引导分区，这个300兆的引导分区。然后将里面的文件夹改为
EFI，这样子才会引导。然后我们新建一条 OC 的引导项，选中 OC 的分区 EFI BOOT 的文件夹里面的 BOOT X64，给引导项改个名字，好，把它拉到最上面，最先启动，然后就可以进 BIOS 去设置。这一步的话也要客户来配合，但其实这一台 BIOS 并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。这里我们叫客户开 QQ 的视频，对着屏幕来设置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。这边可以看到第一次调试进不去，电脑会自动重启，那我们就再改一下引导吧。那现在引导改过一次了，再来尝试一下这个能不能进去。进去。好，然后点一下磁盘工具，对，
啊，左侧那一边有一个 Macintosh HD 的那一个硬盘，点一下。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右边那一个有个抹掉，格式选 APFS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好，然后点抹掉。对，好，点完成。好，关掉这一个窗口。好，点第二个安装 macOS。好，然后点继续。好，点同意。好，选那一个 Macintosh HD，然后点继续。对，继续。然后就是现在就等着它，然后它重启的时候再给我发视频就好了。嗯，好的。我进来这里了哦。对，然后点继续吧。啊，好，然后点继续，然后点以后，点以后，好，然后点稍后设置，跳过。好，同意。好，新建你的账号密码。好，创建账号。定不定位由你自己来定。好，选那个选北京，或者是点上面的使用当前位置，自动设置时区都可以。打开定位，对对对对，打开定位。好好好好好，OK。好好好，反正是中国的都对的。好好好，然后点那个可以勾把它去掉，分析那个勾把它去掉，不要共享。好好好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选你的颜色外观。好，关掉这一个键盘设置。关掉。那普通键盘不用设置。然后有没有连网线？有连网线。我这样子，我发个那一个远程安装的程序给你，你安装的时候发 ID 跟密码给我哦。那个你或者这样子吧，你先打开访达，底下第一个图标。对，然后左侧那一边位置那一边点第二个，应该是你的 Windows 磁盘。对对对对，然后 user，对，然后你那个名称。然后桌面，对，然后这一个，对，没错，调试工具。好，拉下来。
底下有一个 TeamViewer 的那一个远程安装程序的第二行，那个就是那个远程工具，第二行底下第二行有一个远程工具的安装包来的，T 字开头的 TeamViewer，对对对对，没错了，是它了啊，双击它安装一下，好好好好安装，对对对对，输入你的密码，好点 OK，然后请求访问这三个都，诶，刚才那一个关了吗？你点这个上面的那一个感叹号那一个，对，把它前面两个请求访问这个权限要打开，打开点了，然后点下面，哎，不要关它，你不要关它，你不要关它，对，点开底下那个小锁，底下那个小锁，好，输密码，好，勾上那一个东西，以后，好，关掉这一个，哎，还有底下中间那一个，好，再打开，好，下面小锁，好，把那个勾掉了啊，好好好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再点开一次，再点开一次，位置可能错了，好好好，好，勾选上，OK，关掉，好，关掉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 ID 跟密码啊。来到这一步，系统大致上已经是安装完成了，剩下的就是远程过去检查一下驱动的安装情况，还有完善一下整个系统。
就目前看来，存在的问题有声卡没有驱动，这个可能是声卡的 ID 没有选好，然后蓝牙呢也不识别，这个稍后调试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。其他方面大致上还算比较完好，主要的部件都已经驱动好了，锁显还有 USB Type-C 这一些。我们这边再调整一下引导。好，这边重启，看一下行不行。那这边已经重启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次检查一下，这边锁显是正常的，硬盘、USB 的端口各个端口有线网卡，摄像头还有声音，可以看得到摄像头是正常的。这无线网卡是正常的，打开蓝牙，蓝牙也是可以识别的，触控板 OK 的，这个亮度调节是有的。好，已经完成，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引导备份一下，就算完成了。好，这一台雷神911 Plus 笔记本10代的黑苹果安装就完成了，耗时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，完成度还是可以的，基本使用都没有问题，大部分都可以驱动。独显的话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我会将这个 EFI 引导文件，放在视频简介里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下来参考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